你好，又到了我们一周一次的周末计划时间了。忙碌了一整周，是不是已经开始期待这个周末了？对啊，每到周五下午，心情就开始飞起来了，那种感觉嗯，就像终于可以卸下包袱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。哈哈，我懂那种感觉。其实周末怎么过，真的能决定你下一周的状态。有时候周末过得特别充实，周一上班都感觉有劲儿。是的，是的，但问题是，很多人到了周末反而不知道干什么了，平时忙得要死，真给你2天自由时间，又开始纠结了。这个我太有感触了。有时候周六早上醒来，躺在床上想今天要干嘛，结果想来想去，一上午就过去了。对，然后就开始焦虑，觉得时间都浪费了。所以我觉得周末还是需要一点点计划的，不用太详细，但至少心里有个方向。那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周末可以怎么安排。我觉得首先要看你想要什么样的周末，是想彻底放松，还是想充实一点，还是想社交一下。对，这个很重要。比如说，如果你这一周特别累，那周末就应该以休息为主。但如果你这一周都在办公室坐着，那周末可能就需要动一动。说到动一动，户外活动真的是个好选择。现在这个季节，天气也不错，出去走走特别舒服。是啊，最简单的就是去公园散步。你别小看散步，真的很治愈，特别是那种有湖的公园，看看水，看看树，整个人都放松了。我最近特别喜欢骑自行车，就是那种没有目的地的骑行，看到哪里有意思就停下来看看。上个周末我就这样骑着骑着，发现了一个特别小众的咖啡店。哇，这种意外的发现最有意思了。其实这就是周末的魅力，平时上班都是固定路线，周末可以去探索一些新地方。对对对，还有徒步也很不错，不用去很远的地方，就在城市周边找个小山包，爬上去看看风景，那种登顶的感觉真的能把一周的疲惫都甩掉。嗯，我有个朋友特别爱爬山，他说每次站在山顶往下看，就觉得平时那些烦心事儿都变得很小很小。哈哈，这个比喻很形象。如果想更有挑战性一点，还可以试试户外攀岩或者徒步穿越什么的。不过这种比较刺激的运动还是要注意安全。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，普通的运动就够了，比如去健身房或者约朋友打打羽毛球。对，运动的选择真的太多了，游泳、网球、篮球、跑步，关键是找到自己喜欢的。我觉得周末运动和平时运动不一样，周末可以更随性一点。是的，不用那么有目标性，就是单纯的动一动，出出汗，感受一下身体的活力。说到这儿，我想起瑜伽也很适合周末，特别是那种慢节奏的瑜伽，既能运动又能放松心情。瑜伽确实很好，还有跳舞，我觉得也很适合周末。不管是去舞蹈教室上课，还是在家跟着视频跳，都能让心情变好。哈哈，跳舞确实很解压。不过说到在家，其实在家过周末也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可以做。对啊，不是每个周末都要往外跑的，有时候就想宅在家里，那也完全没问题。比如说给自己做一顿丰盛的早餐，平时上班都是匆匆忙忙，周末可以慢慢的煎个蛋，烤个面包，泡杯好咖啡。这个我太赞同了，那种慢悠悠吃早餐的感觉真的很幸福，而且自己做的早餐总是比外面买的更有味道。是的，可能是因为有那种仪式感吧，还有就是看电影或者电视剧，这也是很经典的周末活动。对，找一部一直想看但没时间看的片子，然后窝在沙发里，准备点零食和饮料，就这样度过一个下午。我特别喜欢看那种需要动脑子的电影，平时工作太忙，没心思琢磨剧情，周末正好可以静下心来，好好品味一下。或者看一些轻松搞笑的，纯粹为了放松，其实看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那种完全放松的状态。说到放松，读书也是很好的选择。泡一壶茶，找个舒服的角落，翻开一本好书。对，读书的时候时间过得特别快，有时候一坐就是几个小时，完全沉浸在书里的世界。而且周末读书没有压力，不像学生时代那样为了考试而读，纯粹是为了享受阅读的乐趣。是的，
可以读小说，也可以读一些生活类的书，比如旅行、美食、摄影什么的。说到摄影，这也是个很好的周末爱好，不一定要专业设备，手机就够了。关键是用心去观察生活中的美。对，有时候就在家里拍拍花、拍拍光影也很有意思，或者出去的时候记录一下路上看到的有趣场景。这样慢慢的你会发现生活中有很多平时没注意到的细节。还有一个我特别推荐的就是手工制作。哦，这个好，比如说折纸、编织、画画什么的。对，或者做一些简单的木工活，组装个小家具什么的，用手去创造东西，那种成就感特别棒。我觉得烘焙也算手工制作，周末在家做个蛋糕或者饼干，整个屋子都是香味儿，心情特别好。哈哈，而且做完了还能吃，一举两得。说到吃，其实研究美食也是很好的周末活动。是啊，可以尝试做一些平时没做过的菜，或者研究一下某个地方的特色料理。对，我有个朋友每个周末都会挑战一道新菜，现在厨艺突飞猛进，而且做菜的过程也很解压，专注在切菜调味上，什么烦恼都忘了。这种专注的状态确实很治愈。其实园艺也有类似的效果，在阳台上种点花花草草，浇水、施肥、修剪，很有成就感。对，看着植物一点点长大，特别有意思。而且绿色植物对眼睛也好，对心情也好。说到心情，我觉得周末也是自我提升的好时机，比如学点新技能什么的。这个想法很好，现在网上有很多免费的课程，可以学编程、学外语、学乐器。对，我最近就在学吉他，每个周末练1-2个小时，虽然进步不快，但很有意思。学乐器真的很棒，音乐能直接触动人的情感。而且学会了以后，还能在朋友聚会的时候表演一下。哈哈，说到朋友聚会，这也是周末的重要活动啊。对啊，社交也很重要，平时大家都忙，周末正好可以约出来聚聚。可以一起吃饭、唱歌、看电影，或者就是简单的聊聊天。有时候和朋友在一起，什么都不做也很开心。是的，那种无话不谈的感觉特别珍贵，而且朋友之间可以互相分享最近的生活，听听不同的观点和经历。有时候朋友的一句话就能给你很大的启发，或者他们遇到的有趣事情，也能让你开阔眼界。对，而且聚会的形式也可以很多样，可以在家里，也可以去餐厅、咖啡厅或者户外野餐。野餐特别有意思，大家一起准备食物，找个公园或者草地，铺个毯子就开始了，那种轻松的氛围特别好。是啊，而且野餐的时候可以玩一些小游戏，比如飞盘、扑克牌什么的。对，或者准备一些谜语，脑筋急转弯，大家一起猜，这种互动特别能增进感情。说到游戏，桌游也是很好的聚会活动。现在有很多有意思的桌游，既能娱乐又能锻炼思维。我们之前玩过狼人杀、剧本杀什么的，特别刺激，大家都很投入，时间过得特别快。哈哈，这种需要动脑子的游戏确实很有意思。不过有时候也可以玩一些轻松的，比如唱歌。对，KTV 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聚会方式，大家一起唱歌，不管唱得好不好，重要的是那种释放的感觉。是的，唱歌特别解压，有时候工作压力大，去吼几嗓子，整个人都轻松了。除了和朋友聚会，家庭时间也很重要，周末可以多陪陪家人。对，平时工作忙，很少有时间好好和家人聊天，周末可以一起吃个饭，聊聊最近的生活。或者一起看个电影、玩游戏什么的。有孩子的家庭还可以带孩子出去玩，去动物园、游乐场什么的。陪伴家人的时光总是很温暖，而且不同年龄段的家人能给你不同的视角和感受。是的，比如和父母聊天，能了解他们那个年代的故事，和孩子在一起又能感受到那种纯真的快乐。对，家庭聚会也不用太复杂，就是简单的在一起分享彼此的生活就很好。
其实不管是和朋友还是家人，重要的是那种连接的感觉。现在大家都太忙了，周末正好可以重新建立这种连接。说得很对，除了这些，周末还可以关注一下当地的活动。很多城市周末都会有一些有意思活动。对，比如展览、音乐会、市集什么的，这些活动通常都很有特色，能让你体验到不同的文化氛围。我之前去过一个手工市集，有很多独立设计师的作品，特别有意思，而且还能和创作者聊天，了解他们的创作理念。哇，这种体验很难得。还有一些免费的音乐会或者讲座，也很值得去听听。对，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周末生活，还能学到新东西，认识新朋友。而且这种活动通常都有一种特别的氛围，和平时的生活很不一样。是的，能让你暂时跳出日常的圈子，感受一下不同的生活方式。说到不同的生活方式，我觉得周末也是尝试新事物的好时机。对，比如去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地方，或者尝试一种新的运动，或者学习一个新的技能。是的，保持好奇心很重要。有时候一个小小的尝试，可能就会发现新的兴趣爱好。而且周末试错的成本比较低，即使不喜欢，也没什么损失。对，这种探索的过程本身就很有意思，而且你永远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惊喜。说得很对，不过我觉得不管选择什么样的周末活动，最重要的是要符合自己当下的状态和需求。是的，有时候你需要热闹，有时候你需要安静，有时候你想挑战自己，有时候你就想彻底放松。对，要学会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，不要因为别人都在做什么，就觉得自己也必须那样做。比如说，如果你这一周特别累，那就不要勉强自己去参加什么聚会，在家好好休息，可能更适合。是的，周末的目的是让自己恢复活力，为下一周做准备。如果周末过得很累，那就失去意义了。对，所以要找到那种既能让自己开心又不会太累的活动。而且我觉得周末也不用安排的太满，留一些空白时间，让自己可以随性一点。这个很重要，有时候最美好的时光就是那些没有安排的时光，可能就是坐在窗边发发呆，也很治愈。对，现代人太习惯把时间填满了，其实偶尔的空白也很珍贵。是的，在那种安静的时刻，你可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思考和感悟。或者什么都不想，就是单纯的感受当下的宁静，这种体验在平时的忙碌中是很难得的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好的周末应该是有张有弛的，既有活动也有休息。是的，可以上午做一些比较有活力的事情，下午就安静的读读书或者听听音乐，或者一天出去玩，一天在家休息，这样的搭配比较平衡。关键是要根据自己的节奏来安排，每个人的节奏都不一样，没有标准答案。对，有的人喜欢早起，有的人喜欢睡懒觉，有的人喜欢热闹，有的人喜欢安静，都没问题。是的，周末就是属于自己的时间，应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过。而且我觉得好的周末活动应该能给你带来一些正面的情绪，不管是快乐、满足、平静还是成就感。对，如果一个活动让你感到压力或者不开心，那可能就不太适合作为周末活动。除非是那种有长远意义的事情，比如学习新技能，虽然过程可能有点辛苦，但结果是值得的。是的，这种情况下，关键是要找到学习的乐趣，而不是把它当成负担。对，如果能在学习中找到乐趣，那就不会觉得是在浪费周末时间了。而且学到新东西的成就感也是很好的正面情绪。是的，那种我又掌握了一个新技能的感觉特别棒。对，而且这种成就感会延续到下一周，让你对生活更有信心。所以好的周末不仅仅是休息，也是一种充电。说得很对，充电可能是身体上的，也可能是精神上的，或者是社交上的。对，有时候和朋友聊天就是一种社交充电，有时候独处就是一种精神充电。是的，关键是要识别自己需要哪种充电，
然后选择相应的活动。这需要一些自我觉察的能力，要学会观察自己的状态和需求。对，这也是一种生活技能。慢慢的，你就会越来越了解自己，知道什么样的周末安排最适合自己。是的，而且随着生活阶段的变化，适合的周末活动也会变化。对，学生时代、工作初期、成家立业后，每个阶段的需求都不一样。所以要保持开放的心态，愿意尝试新的可能性。是的，不要被固有的模式束缚，有时候改变一下周末的安排，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对，比如平时总是宅在家的人，偶尔出去走走，或者平时总是很忙碌的人，偶尔什么都不做。这种反差有时候特别有意思，能让你从不同的角度看待生活。是的，而且也能帮你更好的平衡生活的各个方面。对，生活需要平衡，工作和休息的平衡，独处和社交的平衡，室内和户外的平衡。周末就是调整这种平衡的好机会。如果平时工作压力大，周末就多放松一些；如果平时比较孤独，周末就多社交一些。对，用周末来补充平时缺失的东西。这样生活就会更加丰富和完整。是的，而且我觉得好的周末还应该给你一些期待。怎么说？就是那种下个周末我想做什么的期待感，这种期待能让平时的工作也变得更有动力。哦，我懂了，就像有个小目标在那里，让你有盼头。对对对，比如你计划下个周末去一个新地方，或者约朋友做一件有意思的事情。这种期待确实很重要，它能让你在忙碌的工作中也保持一种积极的心态。是的，而且当你真正去做那件期待的事情时，快乐会加倍。对，因为你已经期待了很久，所以实现的时候特别满足。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提前规划一下周末，不用太详细，但至少有个大概的想法。对，而且有计划的周末通常过得更充实，也更有成就感。不过也要保留一些灵活性，如果临时有更好的想法，也可以改变计划。对，计划是为了让生活更好，而不是为了束缚自己。说得很对，我觉得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周末的可能性，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启发。是的，其实周末的选择真的很多，关键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。对，不管是户外运动、在家休息、学习新技能，还是和朋友家人聚会，都有各自的价值。重要的是要用心去体验，让周末真正成为生活中的亮点。是的，好的周末能让你对生活更有热情，对未来更有期待。对，而且这种积极的状态会传染给周围的人，让整个生活氛围都变得更好。所以投资周末时光其实就是投资自己的生活质量。说得太对了，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完美周末模式。是的，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在周末找到真正的快乐和满足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，也欢迎分享给你的朋友们。对，让更多人一起享受美好的周末时光。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，